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世界。8月22号，星期六，北京加开了一场中纪委全会，号称20届6次全会，一天开完，当天散场。公报连夜就授权发布了。中共历史上，中纪委临时多开一次全会。从1978年11届3中全会恢复中央纪委以后，80年代、90年代就出现过，进入21世纪以后也有，基本上都离不开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央全会刚刚开完，中纪委马上接着开，贯彻中央刚做出的决定。第二种是党代会马上要开了，中纪委提前把5年工作报告、人事和换届进程走完。可2026年8月22号这一场，前面没有刚刚闭幕的中央全会，后面也没有几天之内要开的党代会，离外界盛传10月召开的5中全会还有整整2个月。从1978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翻公开记录，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场是这么开的。而且这次中纪委不仅加班开会，还补了2个副书记。这会儿到底是什么目的？到底是谁让开的？墙外昨天刚刚出现了一份任务单式的说法，说温家宝等不及了，让中纪委在5中全会以前把会场里的人一个一个的家底查清楚。手里攥着表决票的中央委员，人人谈话，人人过关。坐在边上列席，随时可能递补上去的候补委员也是一个不落。亲属、资产、商业关系、社会关系全部查清，装进档案。按照这个调性来看，10月份中共的5中全会要有大举动。现在咱们都知道，军队已经站好位了，中纪委的刀也是越磨越亮，材料一份一份往抽屉里放。到了投票那一天，谁敢不同意温家宝拍上来的名单？往回翻公开记录，21世纪以来1年开2次全会，至少有过7回，分成2种模样。一种叫执行会，前面的中央全会刚闭幕，中纪委马上接着开会，落实中央决议。2004年9月，16届4中全会闭幕第2天，中纪委4次全会接着开，吴官正做报告，落实中央全会精神。2009年9月，17届4中全会闭幕第2天，贺国强主持中纪委4次全会，还是同一套程序。2014年10月23号，18届4中全会闭幕，2天以后10月25号，中纪委4次全会开幕。王岐山主持会议，落实刚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另一种叫交卷会，党代会开幕前几天，中纪委把5年工作报告过最后一遍。2007年那次距17大开幕3天，2012年距18大4天，2017年王岐山讲话那次距19大9天，2022年赵乐际讲话那次距20大也是9天。这类加开的纪委全会都没有胡锦涛或者习近平出席。官方自己的历届资料汇编里也是这个样子，1月例行全会，总书记讲话那一栏写得满满当当，轮到加开的会那一栏是空白，总书记不露面是这类会的惯例。人事这条线有面现成的镜子。2014年6月，徐才厚被开除党籍，7月周永康被立案审查，10月25号18届中纪委加开4次全会，刘金国在会上进入常委会，当选副书记。他当时的身份是公安部副部长、正部长级办案系统的现职大员，平调进纪委当刀。12月，周永康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时间链明明白白，清理大老虎之前，中纪委先给自己补充执行人，在加会上增补副书记，是现有力量扛不动接下来的活，必须赶在动手之前加派指挥和办案的人手。上一次补了一个刘金国，前后收走的是徐才厚、周永康，一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原政法委书记。当时块头最大的2只老虎，这一次一口气补了2个。要问的是，这一回到底是想打哪只大老虎？按上一次1个副书记配2只老虎的配比往下算，这一次是不是4、5只起步？还剩一处细节要处理，公报照念习近平的思想，能不能反正会议仍然攥在习近平手里？其实在最高层的结局没有坐实之前，李希需要一份两边都解释得通的公文记录。
习近平要是卷土重来，他李希念过的每一段习近平语录都是护身符，而假会补人，限期部署这些实事。他又已经在替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操办着这次公报里那句效忠话写到了头，原文是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话说得越满，越说明说话的人在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把习近平塞进通稿，不是他还管事的证据，是李希的退路。最后看那个日子为什么非是星期六不可？8月22号周六补完党内职务，8月25号星期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幕，议程里挂着有关任免案。如果赵世勇、张忠随后还要进入国家监委，这个时间表就非常顺。星期天、星期一留给程序流转，星期二正好赶上人大常委会的任免窗口。而且这份议程不是临时冒出来的，8月18号人大委员长会议就把这次常委会的日程公布了，日历比纪委开会早挂出来4天，会是跟着日历赶的。这份议程里还有一项写着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个别代表是谁？上期咱们说过，张又侠、刘振立立案7个月，人大的程序一直没有走完。这个个别25号见分晓。墙外爆料说了，这个会是温家宝找李希谈话之后，李希匆忙召开的。事情要从1月说起。李希刚开完中纪委5次全会，把全年清查的任务都布置了下去。10天以后，张又侠出事，抓人这么大的动作，他这个中纪委书记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收到。从那天起，李希就吓破了胆，案子摆在桌上，他不敢签，活全押给副手刘金国，他自己躲在后面，出了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一句不知情。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磨过去。本来定好7月开的5中全会，就因为该办的案子办不完，该备的材料备不齐，硬生生拖到了10月。温家宝等不及了，用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名义把李希约去谈话，压下来一道限期完成的死任务。李希这才在星期六突然开会，全体总动员，把温家宝的要求一条条传达下去。墙外的说法给得很具体，拆开来是3条。第一条，5中全会之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个人都要安排组织纪律谈话，一个不落。第二条，把每个人的家底查清楚，材料备齐，装进档案。第3条，备齐待用，不要求现在拿下谁，只要求需要拿下谁的时候，不用从头做工作。这3条听着吓人，其实条条有现成工具，一样都不用新发明。谈话是纪委天天在干的例行活，把干部单独叫来问几个问题，让你把情况自己写清楚。全国纪委1年这么谈的人数以10万计，谈完大多数没事儿，回去接着上班。所以把几百个中央委员挨个叫来过一遍，程序上就是家常便饭，谁也挑不出毛病。查家底也有现成的表格，中共的领导干部年年都得填一张表，向组织交底，名下几套房，存了多少钱，投了什么股，老婆孩子在哪儿经商，有没有移民。这张表平常就锁在组织部门的柜子里，多数人填了也就填了，没人真去核对。只有要提拔谁了，才把那张表格抽出来，逐项核一遍。如果填的跟查出来的对不上，这官就别想升了。谈话还分着级，正部级的中纪委来谈，副国级以上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来安排。墙外早前点过一个这种先例，国务委员陈怡琴怎么知道他被谈过了？看一个惯例的缺口，往年夏天北戴河请专家休假疗养，接见慰问的场合都是他陪着蔡奇一起出面的。今年这个场合他没有出现，人还挂着国务委员的职务，惯例里他该站的位置空了。墙外的说法把这2件事对在一起，他已经被那一层谈过话了。官面上恰恰有一件东西接得住他们，公报里那6个字，严明换届纪律。这6个字1月的公报里就写过，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一次，
他后面跟上了动作，补人、限期、逐人谈话。纪委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叫去谈话，都师出有名，您别多心，不是调查您，是换届纪律的例行要求。公报里这6个字就是他的通行证。有朋友可能要问，查中央委员好理解，人家手里有表决票，候补委员又没有票，凭什么也一个不落？您可别小看这170来人，候补委员平常是坐在边上列席的，可他们是递补池。如果递补上来的都是支持老习的人，温家宝放在桌子上的名单能获得大多数吗？您再听听这道命令的分寸。温家宝没有要求2个月把人全抓了，犯不上，他只要求2样：谈话做完，材料备齐。到时候这帮摇摆的中央委员要是按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意思投票了，那你就没事了。如果不按这个投票，那事儿立刻马上就来。这是在5中以前，先把每个人单独叫去，人人过关，材料全部装进档案，等到真正坐进会场，谁还敢多说半句？听到这儿，老观众恐怕已经品出一点别的味道。这套手艺怎么这么眼熟？没错，这台程序机器不是温家宝新造的，也不是老习发明的，胡锦涛时代就有，是老习把它练成了清人补位、制造继承结果的武器。您回想他自己是怎么连任的？先用反腐把场子清了，巡视组一轮一轮下去，换届纪律一样是提前压下来的紧箍咒。进会场的名单先筛完，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人大投票的结果是多少？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将近3000个人里挑不出3只反对的手，那不是会场上的胜利，是开会以前每一票就都做完了工作。老习知道人人过关有多厉害，这条路他自己走过。政治人物有一本旧账，人的身体也有一本旧账。年轻时抽烟、熬夜、咳嗽几声不当回事儿，年纪大了以后气短、胸闷、痰多、睡不好，爬几级楼梯都喘，过去欠下的账就慢慢找回来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韩国的扁康丸，它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那是韩医徐孝熙院长从上世纪70年代研到今天攒了50多年的秘方。他按传统韩医的思路，不是只压一声咳嗽，是从肺部、呼吸道和整体体质一起调养。加州湾区的刘先生86岁，肺气肿多年，是急诊室的常客，晚上睡觉都得带着氧气罩，备着随时急救。按他本人的分享，开始服用扁康丸，将近1个月，氧气罩摘了，连着3个多月急诊一次都没去，吃到10个月咳嗽停了。第2年年初复查，家庭医生听诊说肺里挺清楚，没有杂音。老爷子自己就一句话，现在的生活质量跟以前完全不同，这是用多少钱也换不来的。他这话正好说到点子上了。有一说一，这东西不便宜，20多味药材加一副50年的秘方，价钱摆在那儿。台湾有位68岁的妈妈，常年咳嗽，吃它见了效，一度嫌贵，停了。儿女劝他一句话，只要对身体真有帮助，这钱就花得值。这笔账每家有每家的算法，跟一趟一趟跑医院比，跟一次住院比，值不值您自己掂量。咱们的建议就一条，量力而行，先把介绍和使用者分享看完，合不合适自己的身子，想清楚再定。当然，上面这些是使用者的个人分享，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有同样的结果。扁康丸属于膳食补充品，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处方药和正规治疗。正在服药，特别是有心肺疾病、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乳的朋友，用之前先问过医生，原来的药、原来的西养，医生没点头，一样都别自己停。长期受咳嗽、气喘、痰多、呼吸不顺或者皮肤反复过敏困扰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看扁康丸的完整介绍和更多使用者分享。身体的旧账拖得越久越难处理，早点了解，多一个选择。好，广告回来，咱们书归正传，接着算中南海这本账。为什么偏偏补2名副书记？
咱们把中纪委这套班子拆开看，100多名委员是腿，平常各管一摊，常委会是腰，真正能签字的是书记、副书记这一层，立案要这一层签发，专案组要这一层调度，办到省部级官员的头上必须这一层拍板。2个月几百人逐人谈话，逐人建档，照这个进度走，一个人根本扛不住，签字都签不过来，专案也调不开，所以必须补人，而且必须补到副书记这个层级。先看赵世勇，公开履历摆在那儿，他在四川做过地方主官，是管过一方的人。2019年底调到江苏，先后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2022年底进入中纪委国家监委当组织部部长，专门管纪检监察系统，这一管将近4年。您想想，这4年在此刻值多少钱？2个月要给几百人建档，头一件事就是得知道去哪儿调人，去哪儿调档。全中国最清楚纪委家底儿的人就是他。再看张忠，他在中组部做过人事，做过干部规划，说白了就是替全党编名册、排梯队，哪个年龄段该备多少人，谁5年后能接什么班。后来他当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这是专门下到省里部里查人的差事。再往后，吉林、江苏2个省的纪委书记真刀真枪办过案。还有一个细节别放过，8月开会以前，他连中纪委常委都不是。8月22号1天之内，先补上常委，再选上副书记，连升2级。中共的人事规矩里，这么赶的走法极其罕见。这个人必须马上到位，1天都等不得。上面有这2个人签字派下工作，底下116名纪委委员散会之后活才铺得开。2个人又都有江苏履历，江苏牵着谁？李强，现任国务院总理，2016年到2017年在江苏当过省委书记。他内阁的大管家，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更是在江苏经营多年。于是墙外马上有人给赵世勇、张忠贴上李强的人这个标签，可把官方履历拆开一量，这顶帽子就露馅了。赵世勇当江苏省委秘书长，前后只有7个月，这里头跟时任省委书记吴正龙搭班子的时间大约1个月，1个月的上下级交情，盖得过在中纪委组织口坐了将近4年的板凳吗？官场不是这么算账的。张忠现任江苏省纪委书记，也只能证明一件事，他把江苏官场的底摸得熟。摸得熟一个地方，跟是谁的人是2回事。何况李强的根基在浙江，在上海，江苏算不上他的老巢。另一路墙外说法就有分量了，他们说赵世勇、张忠都是胡温时期培养起来的干部。这句话听着轻，把年代摆出来就重了。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是2002年到2012年，赵世勇1966年生，张忠1968年生。胡温当政那10年，一个从36岁走到46岁，一个从34岁走到44岁。这是官员一辈子最要紧的10年，从处级往厅局级爬。这样的干部不止他们俩，看看如今全面负责中美经贸谈判的李成钢，同一个年代栽培出来的年轻人，如今一个一个被委以重任。胡温今天要用人，不用现找，名单本来就是他们当年亲手圈定的。对照履历的生产年代，这个判断比李强的人那顶帽子站得住得多。这次补人还连着1月20号以后的另一股反作用。1月24号，国防部正式宣布对张幼霞、刘振立立案审查。墙外那套说法判断是统帅集团试图夺回军权的一次突袭，可您看这半年多，突袭换来停火了吗？没有。根据公开名单核对，这次全会总共缺席17名委员，13名来自军队。刀在谁手里？在纪检系统出身的张生民手里。去年10月他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今年1月20号以后，他的位置越做越实，墙外甚至流传北京卫戍部队和中央警卫局都已经换到了他手里。7月3号，张曙光晋升上将，接掌军纪委。墙外的说法，这是张幼霞的人上来了。8月22号，中纪委再补进张忠。张生民、张曙光、张忠
您发现没有，3个张字拆开都带着一张弓，这可捅到民间的兴头上了。推背图第46项，宋里有一句传了几百年的话，有一军人身带弓。什么叫身带弓？弓长为章。一个姓张的军人，这些年墙内墙外多少人拿这句对着北京猜，终结这一朝的应在一个姓张的军人身上。您再看这半年的戏，1月20号把军里头1号姓张的整下去了，结果呢，姓张的不但没绝，反而一个接一个往上冒。军委副主席姓张，军纪委掌门姓张，中纪委新补的副书记还姓张。这一项的谶语还有8个字，越咂摸越瘆人，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可就在全会结束以后，墙外有人连夜替李强把中纪委这2位副书记的派系给认领了。动作快到什么程度？公报播出去没几个小时，帖子一条接着一条往外蹦，名单排得有鼻子有眼。中纪委这边，孙新阳、赵世勇、张忠一人一个位置，号称3将，边上还给配了一位顾问。上海那边也替李强排好了，公正留任，朱忠明、徐守本一人一个坑，连判词都提前下好了。李强的时代即将开始。您听听，2把刚补进纪委的刀，1宿的功夫就成李强的人了。这些帖子只能证明一件事，有人在吹李强接班，证明不了中纪委已经归了李强。其他博主也爆料了，说李强这几年也就培养出来一个吴正龙，他凭什么把手伸进中纪委？那这阵风抢的是什么？抢的是解释权。同一场会2种讲法，差的是天和地。只要赵世勇、张忠被说成李强的人，这场会就成了统帅主动安排接班。这阵风为什么有人接？因为2边都用得着李强。统帅这边想把权只交一半，需要李强当过渡；保守派那边害怕翻旧账，需要李强当屏风，有个温和的人坐在前台，火就烧不到自己。墙外另有传言说元老更属意胡春华，而且胡春华坚持清算。您注意这个反差，胡春华现在不过是个政协副主席，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传言偏偏点他。李强的便宜在哪儿？在于他什么都不用干，他是国务院总理，党内排名第2，不用改党章，不用走新程序，只要局面拖着不变，位子顺着台阶自己滑到他跟前。但是周6全会落下的闸门，堵的正是这条等着就刑的默认通道。到这儿，咱们把窗户纸捅破。您想想温家宝是什么人？能想出人人过关这一招的人。为了这一招，提前2个月把中纪委全会硬插进8月1天开完的人。这样的人摆棋会给对手留活口吗？他把工作做到了每一张票上，回头却让李强接班这样的案子端上5中的桌面，表决的名单里还能写着李强的名字。我告诉您，不可能。那5中的桌上端的会是什么？墙外的传言把戏码都排出来了，就3步。第1步5中全会，增补胡春华进政治局，然后进常委。第2步统帅辞职。第3步胡春华接任总书记。一步顶着一步，而且您咂摸这第1步，增补是要表决的，票一亮就是一场考试。这2个月挨个谈话，逐人建档，考卷早就印好了，就等你落笔。谁投的老实，档案接着锁在柜子里；谁不老实，立刻马上先查你。拿官面上的动作来对一对，军队看住了，中纪委换刀了，几百号有票的人挨个谈话建档，这一套一套的，哪一步不是在给这么一个结果清场子？您反过来想，要是只打算让李强顺位接班，犯得上费这么大的周章吗？顺位的事什么都不用干，他自己就成了。只有要办一件不顺位的大事，才需要把会场里的每一张票提前一张一张攥在手里。这套操作要是真做成了，您往中共100年的账本里翻，找不出第2回。华国锋下台靠的是一帮开国元老围着桌子轮番施压，赵紫阳下台背后站着枪。
不动枪，不开批斗会，拿纪律程序一张票一张票的拆，用档案柜和平拆掉一个在任的总书记。共产党的历史上没人这么干成过。那温家宝是个什么人，敢干这个？您可别把他当成戏台上那个蹲在灾民跟前抹眼泪的平民总理。墙外的爆料把话说得很白，温家宝这个人聪明到什么程度？胡锦涛、朱镕基这样的清华高材生提起他都服气，不服的翻旧账去。2006年，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江派的头号马仔，外界看作要往上送的人，说端就端了。2012年3月14号，温家宝任上最后一场总理记者会，当着全世界的镜头敲打重庆，话音落地，第二天3月15号，薄熙来免职。这手到老了也没变。今年3月27号，温家宝突然现身中科院地理所，满脸笑容，冲着围观的人群挥手。7天以后，4月3号，中纪委官宣马兴瑞政治局委员接受审查调查。出手之前一声不响，一露面就是落子，这就是温家宝的手。这双手今年还干了一件更大的事。墙外最猛的一笔爆料说，1月最凶险的那几天，是他把已经摆上桌的进兵方案压了下去，没让军队进城，有胆有识。可有一层得先说明白，别把温家宝当菩萨，他必须这么干。这一局他要是不打，回头被清算的就是他自己。所以清算的刀他得攥在自己手里，攥得足足的。刀攥足了，兵却不用。这里头的惊心动魄就是最后这本账。他凭什么笃定不放一枪就能赢下5中那场表决？因为他手里有一个刚刚跑通的样板，就是前面挥手那7天以后倒下的马兴瑞。这可不是小角色，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正经的封疆大吏。您看中纪委是怎么办他的？去年6月底免去新疆书记，通稿写的是另有任用，听着体面吧？安排的什么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个虚职。这步棋叫什么？先把人从地盘上拔出来，切断他和班底的联系，然后呢晾着，一晾就是9个多月。今年4月3号，中纪委官宣接受审查调查。这份通报墙外有人逐字抠过，按老规矩办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通报里得写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兴瑞这份偏偏没有这几个字，谁批的？反正不是统帅那个党中央。从拔出来到办利索，前后379天，全程没有一声枪响，每一步都盖着程序的章。一个政治局委员就这么从棋盘上被收走了。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既然办得了政治局委员，往上再办一层，缺的从来不是能力，是决心和时机。那有人要问了，真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光靠程序够吗？墙外爆料给过一个惊心动魄的答案，说今年1月最凶险的那几天，一份动兵的方案真真切切摆上过桌面，调动82集团军的重装力量进京，强行解决。军里测算过，真打起来伤亡可能上千。方案递到温家宝面前，他拍了板，路线就8个字：武力压迫为辅，组织纪律为主。还撂下一句话：下令武力解决的人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肯开枪，靠什么赢？靠分工。军队的活是堵住翻桌的路，兵在城外站着，统帅掀不了桌子。中纪委的活是拆桌边的票，一个人一个人谈话，一份一份材料进档案，把一群人抱团拆成几百个各自算自己账的个人，比坦克管用。等到10月开会那天，外面看到的是一场平平常常的全会表决，集体决定，依规处理，程序完备，体面收场。温家宝不是没有胆量动兵，而是有胆量不用兵。军队负责让统帅不能翻桌，中纪委负责让桌边的人不敢陪他一起翻。剩下的就是墙外传言那3步：增补、辞职、接任。主角是那位被查了14年也没查出毛病的胡春华。这一层是推演，开讲要等10月。可您别以为这3步是天方夜谭，共产党自己的党史里有现成的模子。
1980年2月，11届五中全会，您听听，也是一场五中全会。一次会办了2件事：增选胡耀邦、赵紫阳进政治局常委，批准汪东兴等4个人辞职，补新人、送旧人，一场全会办齐。有朋友要问，胡春华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怎么一步跨进常委？这个问题8月22号那天已经当场演示过答案了。张忠上午还不是中纪委常委呢，1天之内先补常委，再任副书记。想要跨级补人，1天就够。今天这盘账就先拆到这儿。看到这儿的朋友，麻烦您动动手指，点个赞，点个订阅，再点开小铃铛。您这一下就是帮江峰世界冲破平台的限流，让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看到这些他们看不到的真相。咱们下期接着拆。